来，我是麒麟。本期我们讲讲炎柱炼狱性死亡的故事。作为鬼杀队首位牺牲的筑基成员，炼狱的一生可以说非常的短暂。在与伊沃座大战后牺牲时，才年纪20岁，继承了父亲的意志加入鬼杀队的他，共经历了3场激烈战役，分别是对付有着12鬼月实力的笛子鬼，替队友报仇雪恨，和下线之2血战，最终晋升为炎柱。最后则是大家熟知的和上期之3伊沃座的生死对决，保护了在场所有人，最终逝去。3场战斗贯穿一生。本片将站在客观的角度，按照时间线将炼狱的精彩一生串联起来。对于只看过正片剧情的小伙伴们来说，看完这篇人物志会让你对炼狱这个角色有更进一步的了解。日本战国时期，为了对抗鬼的始祖鬼武士无惨及其手下，天才剑士纪国元一自创呼吸法，即时呼吸、日之呼吸诞生，并将其传授于其他鬼杀队成员，指导他们从日之呼吸里开创出了属于自己的呼吸法。至此，从日之呼吸里派生出了炎、水、炎、风、雷5大基本呼吸法，一直传承至大正时期。而炼狱幸守郎出生于猎鬼者家族炼狱家，世代都在鬼杀队的带领下和无惨对抗着。炎之呼吸的传承和历代炎柱之位也一直都是炼狱家在负责。炼狱的父亲真寿郎便是上日炎柱，天生拥有较强的力量和天赋的炼狱，在父亲的有意栽培下，很快便开始了炎之呼吸的修炼。可不久后，母亲因病去世，原本积极乐观的父亲性格发生巨变，丧妻之痛令他变得萎靡不振，开始不再教导炼狱剑术，甚至已经做好了结束家族世代传承的炎柱之名的想法，变得开始整天酗酒，无所事事，家族的顶梁柱瞬间便崩塌了。于是这担子只能是肩负在了年长的炼狱身上。和父亲不同的是，母亲的死不仅没有击溃炼狱的内心，反倒是激励他更加的努力。没有了父亲的教导，那就自己想办法。惊人的天赋加上超乎常人的努力，仅靠自学祖传的3卷炎之呼吸的指南书，炼狱便成功掌握了炎之呼吸，并在不久后报名参加了鬼杀队的入队选拔。在选拔中，炼狱救下了2名同期剑士，看着感动涕零的2人，炼狱让他们一起加油吧。但就是这一句平日里可以随口拖出的加油吧，却让他觉得如鲠在喉，因为他想起了父亲对他们兄弟的冷漠。那2人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，隐隐就给人一种命不是很硬的感觉。他和弟弟在父亲看来不也正是如此吗？成功通过考核后，炼狱第一次出任务就遇到了强力的对手，有着12鬼月实力的笛子鬼。昨天还有说有笑的伙伴们转眼间就牺牲了，但在众人的保护下，有一个孩子活了下来。笛子鬼不断的嘲讽炼狱，想用言语击溃炼狱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炼狱早已经心坚如铁，炎之呼吸如臂之使。可笛子鬼不愧是有着12鬼月的实力，躲开了斩击的同时，在半空中吹响了手中的笛子，笛声一响，炼狱猛地捂住了耳朵。下一刻，从笛声中竟冒出了2只恶狼，看着炼狱没有动弹，笛子鬼自觉胜券在握，道出了他的能力。原来他的笛声能干扰人体的神经，只要炼狱一松手，立刻就会中招。一旦中招后，想要迈腿走，结果动的却是脑袋；想要抬起手臂，动的却是双腿。这样看来，炼狱已经陷入了绝境。看着逐渐逼近的恶狼，炼狱的脑海里闪过死去队员们的面孔。面对这种能力的鬼，可以想象他们当时是有多绝望。即使这样，也用性命将孩子们护住了。果然，大家都是可爱又可敬的，因为在这一刹那所做出的选择，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。闪烁着火焰的身影没有任何阻碍，下一秒，笛子鬼人手分离。他到死都没有反应过来，炼狱究竟是如何躲过他的笛声的。仔细一看，他才恍然发现，此刻的炼狱双耳都在溢血，原来是伙伴们的手势暗号提醒了炼狱。在那一刻，他果断地震碎了自己的耳膜，听不见任何声音，当然不会中招了。得知了这一切，笛子鬼含恨消散，临死前还在高喊着自己马上就要晋升12鬼月了。结束了战斗，炼狱抱着受惊的孩子，将队员们的身躯安置好，向他们道谢，谢谢他们的拼死保护，同时还救了自己一命。他希望自己将来也能成为像他们一样出色的人。这便是炼狱加入鬼杀队的第一次任务，丝毫没有因为对手的强大而退缩，也没有被对手的恶毒言语影响心境，而是冷静果断地完成了单杀。首次任务就是实力堪比12鬼月的恶鬼，让炼狱的职业生涯瞬间跨了一大步，很快便晋升为了甲级队士，在鬼杀队内仅次于柱。在这之后，未来的炼柱甘露寺密离也成为了他的徒弟，在他的培养下，实力也在飞速的上涨。不久后，因为父亲的关系，炼狱代替父亲参加了九柱会议，在会议上差点和暴脾气的石迷动起手来。为了不辱没炼狱家之名，炼狱欣然接受了挑战12鬼月的任务，只要完成这次九死一生的任务，他将正式接替父亲成为新任炎柱。
没过多久，炼狱就带着徒弟蜜离和一众对士来到了任务地点。这只鬼隐藏在闹市中，在城市各地都埋藏着炸药。随着一声声的轰鸣声，炼狱的筑基警示任务正式开始。分工明确，蜜离和其他对士去解决炸弹的威胁，炼狱则单独对付这下线之二。原来这只鬼名为佩郎，曾经被炼狱的父亲真兽郎所打败，并落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。在看到同真兽郎长得一毛一样的炼狱后，复仇的决心便施加在了炼狱的身上。这场战斗可以说是早已注定的宿命对决。佩郎的能力是影子，能从同一时间，城市各地都被影狼袭击了。蜜莉为了保护一对母子，克服了心中的恐惧，向影狼冲了过去。这一刻，脑海里回忆起了炼狱曾告诉过他的话：让刀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。刹那间，蜜莉画出了诡异的弧线，将影狼统统击溃。在这一刻，他竟然从研制呼吸里自创出了属于自己的呼吸法，后来取名为炼制呼吸。另一边，炼狱和佩郎的战斗愈演愈烈，炼狱不断倒下又不断站起的身影，让佩郎彻底生气了。子弹耗尽的他脑海里回忆起了曾经的画面，原来还是人类时他也曾是一名武士，血鬼术战火阵狼。从刚才的战斗中，佩郎也逐渐明白了，眼前的炼狱并非曾经的那个男人，所以这一刻他提出了以武士的身份真正的开始决斗吧。炼狱一口应下，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，下一秒刀刃相撞发出了巨响。真正的近身搏斗，佩郎才感受到了研制呼吸的威力，竟然开始灼烧他的影子。陷入忘我状态的炼狱两眼翻白，此刻的他集中了所有的精力，这一切是倾注了自身的灵魂和生命的斩击。奥义九之情，炼狱。消散在空中的佩郎最后还称赞了炼狱的刀法，这一战是炼狱赢了。强撑着身子，炼狱还在告诉自己不能倒下，还得去拆除炸弹呢。直到蜜莉和队员们的赶到，他才终于放下心来。此战过后，炼狱正式踏入了柱的行列，用实力向在场的人证明了自己，正式接替父亲成为了新任的岩柱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炼狱担任着岩柱的职责，各处消灭恶鬼，直到遇到了炭治郎兄妹，一场和上线恶鬼之间的生死对决即将来临。关于炼狱大哥的故事，一期肯定是讲不完的，那么本期就先讲到这儿。下期我们重新复盘炼狱和游作之间的故事，以及其他关于炼狱没有讲到的细节。那么喜欢本期视频呢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见。